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6章。在任何地方，在任何远离世界的地方。当他们回到兰斯多恩小屋时，老人依然没有回来，于是他们便去海滩上找他。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他。他正坐在一堆鹅卵石上，读着报纸，吃着榛子。孩子离他外公有一段距离，正用一把木铲在沙滩上玩耍。老人那顶破旧帽子上的皱纱丧章和孩子身上穿的黑色丧服，深深刺痛了乔治的心。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找到他生命中巨大悲痛的确凿证据。他的妻子死了。莫尔登先生，他说着，向他岳父走去。老人抬起头，放下报纸，从那堆鹅卵石上站起身，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他稀疏暗淡的头发夹杂着灰白，长着一个鹰钩鼻，一双呆滞的蓝色眼睛，嘴巴则显得优柔寡断。他穿着一套破旧的衣服，却刻意装出一副花花公子的时髦派头，扣得严严实实的背心上挂着一个单片眼镜，没戴手套的手里握着一根手杖。老天！乔治叫道，您不认识我了吗？莫尔登先生吃了一惊，脸明显地红了，认出女婿后，脸上露出一丝戒备的神情。我亲爱的孩子，他说，一开始我没认出你，你留了胡子，变化太大了。我想您也觉得他变了，是吗，先生？他转向罗伯特说。看在老天的份上，乔治·托尔伯伊斯喊道，您就是这样迎接我的吗？我回到英格兰，却发现我的妻子在我上岸前1周就去世了，而您，他的父亲，却跟我谈论我的胡子。是啊，是啊，老人低声说，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个可怕的打击，一个可怕的打击，亲爱的乔治，要是你早来1周就好了。但愿如此，乔治在一阵深切的悲痛和愤怒中说道，我肯定不会让他死的，我会为他与死神搏斗，我一定会那样做的。哦，我的上帝！为什么白眼巨人号没有连同船上所有的人一起沉没，免得我活到今天这样的日子？他开始在海滩上来回踱步，而他的岳父则无助地看着他，用手帕擦拭着他那双脆弱的眼睛。我觉得这个老家伙对他女儿并不怎么好。罗伯特一边打量着这位半新中尉，一边想，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似乎有点怕乔治。当焦躁不安的年轻人沉浸在悲痛和绝望中来回踱步时，孩子跑到他外公身边，抓住了他外套的下摆。我们回家吧，外公，我们回家吧，他说。我累了。乔治·托尔伯伊斯听到孩子的声音，转过身来，长久而仔细地打量着他。他有着和他父亲一样的棕色眼睛和深色头发。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乔治喊道，把孩子抱进怀里。我是你爸爸，我跨过大洋来看你，你爱我吗？孩子想挣脱他。我不认识你，他说。我爱我的外公和在南安普敦的蒙克斯太太。乔基很有个性，先生，老人说，他们把他宠坏了。他们慢慢地走回小屋，乔治·托尔伯伊斯又一次讲述了那个看似残酷的抛弃故事。他还提到了他前一天存入的2万英镑。他没有勇气去追问过去的事情，而他的岳父也只是告诉他，在他离开几个月后，他们便离开了乔治安顿他们的地方，搬到了南安普敦。在那里，海伦找到了一些钢琴学生，他们过得还算宽裕，直到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
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和大多数悲伤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非常简短。孩子好像很喜欢您，莫尔登先生。乔治沉默了几分钟后说：“是的，是的。”老人回答，一边抚摸着孩子卷曲的头发。“是的，乔吉很爱他的外公。既然如此，最好还是让他和您待在一起。我的本金每年大约能产生600英镑的利息。您可以拿出100英镑作为乔吉的教育经费，剩下的钱就存起来，直到他成年。我的这位朋友将担任管理人，如果他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我会指定他为孩子的监护人。不过眼下孩子还是由您照顾。”“可是你为什么不自己照顾他呢？”乔治，罗伯特·奥德利问道。“因为我将搭乘下一艘从利物浦开往澳大利亚的船。待在金矿区或者乡下会比待在这里好。从现在起，文明社会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索然无味了。”鲍勃。乔治说这番话时，老人那双浑浊的眼睛闪了一下。“我可怜的孩子，我想你是对的。”他宣称，“我认为这是个明智的决定。换个环境，过一种野外的生活。这……”他犹豫了一下，语无伦次起来。罗伯特则用严肃的表情看着他。“我觉得您很想摆脱您的女婿，莫尔登先生。”他一本正经地说。“摆脱他？老天！哦不，这是为了他好，尊敬的先生，完全是为了他好，毫无疑问。我认为他应该留在英格兰照顾他的儿子。”罗伯特断言。“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做不到。”乔治插话道，“这片可憎的土地，每一寸都让我厌恶。我急切地想逃离这里，就好像身处墓地一样。我今晚就回城里，明天一早就把钱的事情处理好，然后立刻动身去利物浦。当浩瀚的海洋将我与他的坟墓隔开时，我会感觉好一些。”离开小屋前，他悄悄找到女房东，向她打听更多关于亡妻的情况。“他们穷吗？”他问道。“他生病期间缺钱吗？”“哦，不。”那女人回答说，“虽然尚未衣着邋遢，但他口袋里总是装满了所谓零金币。可怜的夫人什么都不缺。”乔治听了这些话，松了一口气。尽管他很好奇这位嗜酒如命的半薪海军中尉用来支付女儿医药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然而，他因突如其来的不幸而心烦意乱，无暇多想这些问题，因此他没有再追问，便和岳父以及罗伯特·奥德利一起前往码头，准备乘船返回普茨茅斯。老人极其郑重地向罗伯特道别。“说起来，你还没把你的朋友介绍给我呢，我亲爱的孩子。”他说。乔治看了他一眼，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没等莫尔登先生有机会重复他的请求，便走下了轮船的舷梯。日落时分，汽船起航了，随着他们向对岸驶去，岛屿的轮廓渐渐消失在远方。“想想看，”乔治说，“就在2天前的这个钟点，我正驶入利物浦港，满心希望能把他拥入怀中，而今晚我却在远离他的坟墓。”第2天早上，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任命罗伯特·奥德利为小乔治·托尔博伊斯监护人的文件正式签发了。“我承担了重大的责任。”罗伯特叫道，“我做某人或某物的监护人，我这辈子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相信你高尚的心灵，鲍勃。”乔治回答说，“我知道你会照顾我可怜的孤儿，并且会确保他外公好好照顾他。从乔治的财产里，我只会留下足够我回到悉尼并种操就业的钱。”然而，乔治似乎注定要亲自照料他的儿子，
因为他抵达利物浦后发现，最后一班开往澳大利亚的船刚刚离港，下一班船要1个月后才开。于是他返回伦敦，再次投奔罗伯特·奥德利。律师张开双臂欢迎了他，把那间有花有鸟的房间让给了他，自己则在更衣室里搭了一张床。悲伤是如此自私，以至于乔治没有注意到朋友为了他的舒适所做的牺牲。他只知道，对他而言，太阳再也不会照耀，生活中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他整天坐着，抽着雪茄，凝视着花草和金丝雀，焦急地等待着出海的时刻。然而，就在船期临近的时候，罗伯特·奥德利有一天兴高采烈地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绝妙的计划。他的一个朋友，另一位从不考虑案子的律师，打算去圣彼得堡过冬，并希望罗伯特能陪他同去。而罗伯特只有在乔治也去的情况下才会接受这个提议。年轻人一度反对这个主意，但当他意识到罗伯特在某种程度上是铁了心不带他就不会去的时候，便屈服了，接受了这个提议。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自问。去哪里都一样，任何地方都行，只要不是英格兰，去哪里又有什么要紧呢？这并不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看待问题的方式，但罗伯特·奥德利因为说服了他而感到相当满意。3位年轻人带着给俄罗斯首都最有影响力人物的介绍信，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开始了他们的旅程。出发前，罗伯特写信给他的表妹艾莉西亚，告诉他他将与老朋友乔治·托尔博伊斯一同旅行的计划。他们已经分别多年，而乔治的妻子刚刚去世。艾莉西亚的回信很快就到了，信中写道：我亲爱的罗伯特，你竟然在狩猎季节之前就动身去那可怕的圣彼得堡，真是太残忍了。我听说那里的天气恶劣的会让人掉鼻子，你的鼻子又那么长，我劝你还是在坏天气来临之前回来吧。那个托尔博伊斯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人不错，你们旅行回来后可以带他来奥德利庄园。奥德利夫人让我嘱咐你给他买些貂皮，一定要买当地最好的，别吝惜钱。爸爸对他那位新太太简直像个十足的傻瓜，我和他一点都合不来。倒不是说他对我不好，说实话，他对谁都挺和气的，但他实在是幼稚的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傻乎乎的。你亲爱的表妹，此致艾莉西亚·奥德利。